假如有一天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突然走下神坛，不再当世界警察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对许多仰仗美国的小兄弟来说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3个国家，一旦失去美国这个靠山，他们很可能立刻陷入灭亡危机，尤其是排名第1的那个，因为一路走来树敌无数，可以说得罪了全世界。国际关系有点像江湖，美国就是那个罩着一帮小弟的大哥，如果有一天大哥撂挑子不干了，那些仰仗他的小弟们恐怕立马要被仇家团团围住。平日里大哥在后头撑腰，小弟们跟人打交道时底气十足，可一旦大哥垮了台，这些小弟立马就会从霸王变成软柿子，任人拿捏。接下来我们就挨个看看这3位是如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美国身上的。第3名，韩国。别看韩国的偶像剧、流行音乐在全世界风靡一时，但这个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当保护伞。一旦失去美国这个靠山，韩国的命运恐怕比韩剧剧情还要曲折离奇，而且结局可能相当悲情。韩国的国防有多依赖美国呢？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起，美军就一直驻扎在韩半岛南部，帮韩国抵挡北方的威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当年没有美国出兵，韩国可能早在那场战争中就已经亡国了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大约28000名美军驻守韩国。美国提供的不仅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，更关键的是为韩国撑起了核保护伞，也就是用美国的核武力量吓阻朝鲜不敢轻举妄动。要知道，朝鲜领导人的脾气可是说来就来，3天2头就试射导弹庆祝个节日啥的。如果没有美军在一旁镇场子，韩国人恐怕夜里都睡不踏实。毕竟在38线对面，朝鲜部署着成千上万门火炮，韩国首都圈随时可能笼罩在炮火之中，更别提朝鲜手里还有核武器，而韩国自己没有核弹，只能仰仗美国的核威慑来替自己撑腰。然而韩国的烦恼可不只来自北边，它简直是夹在2个大块头中间左右为难。一方面，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贸易，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隔壁的中国。另一方面，它安全上又离不开远在半个地球外的美国盟友。结果韩国想两边都讨好，却经常搞得里外不是人。举个例子，前几年韩国同意让美国在境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，中国一怒之下对韩国发动了经济报复。中国游客说不来就不来了，韩国明星的节目在中国全被下架，连在华营业的韩国企业都遭到了各种打压。韩国这才发现得罪了近在咫尺的邻居，后果有多严重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有朝一日美国真不管用了，而中国变成了说一不二的超级强权，韩国的日子会变得非常难过。要么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倒向中国，委曲求全，放弃一些自主原则，要么坚持亲美的立场，但那样就得承受来自中国的各种压力甚至报复，左右为难，选哪边都让人发愁。更棘手的是，除了朝鲜和中国，韩国与另一个邻国日本的关系也很微妙，历史恩怨和领土争恩让韩国对日本始终心存提防。以前有美国在中间压着，韩国和日本还算能表面合作，共同应对朝鲜威胁。一旦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淡出，日本可能会加快扩充军备，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强国。到时候韩国既要担心北边的导弹，又要提防东边日本的军舰，压力可想而知。试想，如果美国真的从韩国撤军，朝鲜或许立刻嗅到机会，也许在某个清晨，板门店前线的警报声突然响彻云霄，朝鲜的坦克轰鸣着冲过38线，直扑汉江以南，韩国首都圈顿时陷入极度恐慌。韩国政府四处求援，总统赶忙打电话给联合国，可那头除了反复呼吁双方克制，并没有实际行动。没有美国这个靠山，韩国只能孤军奋战，结局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也许最终南韩苦心经营的自由社会都会被北边的红旗所覆盖，韩半岛实现统一，但那将是以最残酷的方式。不仅安全仰赖美国，韩国的经济繁荣同样离不开美国维护的国际秩序。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，三星的手机、现代的汽车、LG 的电视等等
都是卖到全球才赚得盆满钵满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稳定的海上航道，让韩国搭上了全球化的顺风车。可要是美国霸权不在，国际贸易规则重新洗牌，韩国辛苦建立的那些出口市场和供应链随时可能说断就断，更别提真要发生冲突，海上运输一中断，韩国的货轮将寸步难行，经济会遭受灭顶之灾。讽刺的是，韩国国内也有不少声音主张摆脱对美国的依赖，实现真正的自主防卫。可真要等到美军走了，靠山没了，这些人才会发现，原来自家的安稳日子全是拜美国所赐。一旦亲身领教朝鲜导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的滋味，他们大概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韩国内部也有人认为，与其永远依赖美国的核保护，不如偷偷发展自己的核武器，好掌握最后的保命筹码。尤其是在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的刺激下，这种主张近年来偶尔浮出水面。然而，韩国一旦真的走上拥核之路，不但公然违背国际条约，也势必引发地区军备竞赛，遭到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。说到底，这是韩国在走投无路时才可能孤注一掷的一步险棋。所以说，没有美国罩着，韩国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突然暴露在狂风暴雨中。别看如今首尔街头霓虹闪烁，一片繁华，一旦美军撤走，盟友不在，韩国的剧本恐怕会从浪漫偶像剧瞬间变成残酷的生存游戏。第二名，台湾。台湾可谓是万众瞩目，步步惊心。万众瞩目是因为这座小小岛屿拥有全球最尖端的芯片工厂，让各国都对它另眼相看，步步惊心。则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仅有一海之隔，却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的对峙状态中，随时担心擦枪走火。回顾历史，台湾能够撑到今天，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美国一次次出手相助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，硬是阻止了中国大陆乘机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。此后，美国虽然在1979年与台湾断交，转而承认了北京政权，但很快通过台湾关系法继续保障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。无论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角力的焦点之一。美国对是否直接派兵保卫台湾，一直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，不明确说死。但实际上，美国通过持续的军售和军事协助，一直扮演着台湾守护神的角色。可以说，美国是台湾安全的最大支柱。即便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，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升级，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。1996年台海危机时，中国大陆试射导弹恫吓台湾，美国立即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，硬生生把局势压了下去。然而，即便背后有美国撑腰，台湾依然每天如履薄冰，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。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力今非昔比，海陆空三军和导弹火力都远远超过台湾。比如，解放军现役战机数量超过1500架，而台湾所有可投入作战的战机加起来还不到300架，差距可谓天壤之别。台湾方面虽然也装备了不少先进武器，官兵士气可嘉，但奈何寡不敌众，真要独自对抗，结果实在不容乐观。这些年台海局势日趋紧张，解放军军机几乎天天绕台演训，战争威胁宛如一片阴云笼罩在台湾上空。尽管多数台湾民众依然故作镇定，过着正常的生活，上班下班，逛夜市，喝奶茶，一切如常，但谁心里都清楚，这和平日常有多脆弱。大家只能打趣道，今天有战机来绕我们，明天照样吃饭睡觉，可是万一哪天真的开打呢？台湾民众之所以还能保持表面上的镇定，很大程度上是相信关键时刻美国会出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。假如有一天美国不再管用，这份淡定恐怕立刻就崩塌。设想一下，如果美国不再干预台海局势，中国大陆势必对台湾展开更猛烈的施压，甚至可能动用武力。一旦走到那一步，台湾将面临海空被全面封锁的危险。到那时，别说出口的电子产品和晶片运不出去，台湾自身赖以生存的粮食和能源恐怕都将难以运进来。届时，解放军的导弹将如急雨般倾泻在台湾的机场，
雷达站和指挥中心，台湾空军奋起迎敌，可敌众我寡，制空权很快就被解放军掌握。随后，解放军的登陆舰队沿着岸线强行登陆，大批部队涌上台湾本岛。台湾军队虽然英勇抵抗，却节节败退。城市街头响起激烈的巷战枪声，平日灯火璀璨的台北夜空，此刻只剩下火光与浓烟。台湾领导人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后的求救讯息，但没有美国做后盾，响应的只有同情和谴责，却听不到援军踏上这片土地的脚步。目前台湾还有10几个邦交国，大多是仗着美国在背后支持，才没有和北京方面建交。美国若失去影响力，台湾恐怕瞬间会陷入零邦交的绝境，彻底陷于外交孤立。更致命的是军事进攻的威胁，如果解放军认定美国不会出手相助，那就等于放开了手脚，可以倾尽全力发动统一战争。台湾军队再怎么英勇，也无法长时间抵挡一个超级大国的全面攻击，到时候这座宝岛很可能被战火吞噬，迎来他最不愿面对的结局：自由陨灭，家园易主。有人或许会说，台湾不是有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吗？全球那么多芯片都靠它生产，中国难道不怕打烂这些工厂，引发全球科技产业的大倒退？确实，台湾仰仗自身芯片产业的重要性，形成了所谓的龟盾效应，让各国都不愿台海发生战争。但是龟盾能发挥作用，有一个前提是美国得继续当世界警察，努力维持台海的和平，不然的话，一旦芯片供应链注定要中断，中国大陆恐怕会认为与其坐视其成，不如先发制人解决台湾问题。对北京来说，芯片毁了可以再建，统一的机会错过了可就没了。更何况台湾2000多万民众早已习惯了民主自由的生活，要他们屈服于北京的统治绝非易事。这也注定了台海问题很难通过屈服妥协来解决。除了两岸关系紧张，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也让它无比重要。美国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，有台湾在，美国和盟友就能在西太平洋封住中国海军的东出之路。可如果台湾倒向大陆，第一岛链将出现巨大缺口，中国海军可以长驱直入太平洋腹地，那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，整个亚洲的战略格局都将随之巨变。正因为如此，美国才绝不会轻易放手台湾。话又说回来，美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有不少人质疑究竟值不值得为了台湾和中国兵戎相见，毕竟那意味着与另一个核武强国直接冲突。然而假如有一天美国自身难保，其他国家也未必敢为了台湾去单挑中国。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也许同情台湾的处境，但没有美国领头，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跟中国正面交锋。到头来，台湾很可能沦为大国博弈中放弃的一颗棋子，孤立无援之下，它能撑多久都是未知数。最近乌克兰遭遇入侵的战火，也让不少台湾人感到触动。他们看着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下苦苦支撑，不禁联想，如果有朝一日台海爆发战事，不知世界各国又会作何反应。当然，面对生存危机，台湾方面也没有坐以待毙。近年来，他们积极强化自卫实力，比如向美国购买更多防空和反舰武器，开发自己的长程导弹与潜艇，甚至将义务兵服役期延长到1年。不少原本以为自己不用当兵的年轻人听到这消息，只能苦笑着放下游戏手柄，乖乖去准备当兵。台湾这么做，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武装成一只刺猬，就算缺少外援，也能让入侵者付出惨重代价。台湾还想方设法拓展国际支持，与日本、欧洲等地区加强联系，尽量降低对美国一家的依赖。然而，这些努力终究无法改变一个现实：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，而双方实力差距又实在太悬殊。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没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撑腰，台湾恐怕难逃被吞并或毁灭的命运。希望这样的黑暗时刻永远不要降临，否则这座美丽的宝岛可能会在历史的风雨中沉没。第一名，以色列。中东有句玩笑话，上帝给了中东石油，也给了中东以色列，可见以色列在中东是多么特别的存在。这块巴掌大的地方，东西最窄处不到20公里宽，周围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却林立着一圈对他恨之入骨的对手。
以色列能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生存至今，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美国这个超级靠山源源不断的支援。以色列建国于二战后的风云中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，隔天周边5个阿拉伯国家就联手向他宣战，是要把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赶入大海。那一次，以色列凭借全民皆兵的决心和一定的外援，勉强击退了敌军。但此后的日子里，以色列几乎一直处于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下。冷战时期，中东成为美苏角力的舞台，阿拉伯国家中有的倒向苏联，以色列则坚定站在美国一边。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到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，每当以色列遭遇生死存亡关头，美国的援助都会迅速跟上，帮以色列渡过难关。尤其是1973年，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突袭以色列，开局以军损失惨重。危急时刻，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运行动，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弹药，才帮助以色列稳住阵线，最终逆转战局。据说当时以色列总理都已经准备好最后一招，用核武器来玉石俱焚。要不是美国出手相救，中东历史或许将改写。直到今天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是全方位的。美国每年给予以色列高达3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，帮助其采购最先进的武器装备。以色列空军装备的 F-35隐形战机是美国首先提供给他的。以色列部署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也是美国协助建立的。再比如，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火箭拦截系统，就是在美国的资助和技术支持下开发的。有了铁穹当保护罩，以色列平民才能免受周边零星火箭弹的袭扰，不至于每天提心吊胆睡在防空洞里。可以说，以色列军队的武器库里有相当大一部分装备都打着美国制造的标签。不仅军火给钱给物，美国还在外交上铁了心庇护以色列。无论是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其他国际场合，只要有针对以色列的制裁和谴责提案，美国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投否决票或者进行游说。可以说，美国为以色列撑起了一道外交安全网，让许多国家对以色列恨得牙痒痒，却奈何不得。美国对以色列的宠爱程度，让其他盟友都只能羡慕不已。说白了，以色列几乎被美国当亲儿子在养。然而，以色列也因此养成了有恃无恐的风格，对待周边强硬出击，哪怕得罪再多人，反正有美国撑腰。这导致他与阿拉伯世界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仇恨越结越深。阿拉伯国家中，虽然后来有埃及、约旦等与以色列签了和平协议，但更多的仍然视以色列为眼中钉。伊朗更是公开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。可以色列四周潜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。以色列全国人口不到1000万，而其对立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人口总和却以亿计。以色列简直以1敌100。如果有一天美国不再袒护以色列，那局面可想而知会有多危险。以色列将瞬间陷入四面楚歌的处境。北边有黎巴嫩真主党虎视眈眈，南边有哈马斯时刻准备发动火箭弹雨，远处还有伊朗谋求核武器，并策动各路代理人。从前这些威胁之所以被压制住，一方面因为以色列自身的军事威慑，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背后敲打震慑周边，不让事态升级。然而美国一旦撤手，以色列就等于失去了最大保护伞，周围那些仇视他的力量恐怕会立刻胆子大增。也许局势不会立刻陷入全面战争，但一次规模空前的多面夹击几乎难以避免。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倾尽库存，向以色列发射成千上万枚火箭弹，南部的哈马斯也会蠢蠢欲动发动攻击。伊朗则很可能趁机为这些组织提供更多援助，甚至直接发射远程导弹瞄准以色列的重要目标。起初，以色列训练有素的国防军或许还能凭借经验和技术勉强顶住，铁穹系统努力拦截着漫天飞来的火箭弹。但随着攻击一波接一波袭来，前线士兵伤亡不断增加，以色列的防线将逐渐出现裂缝。也许几周之后，特拉维夫的高楼大厦已是满目疮痍，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空弥漫着滚滚硝烟。那时，以色列政府再向昔日盟友求救，只怕听到的只有冰冷的回音。别指望别的超级大国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，俄罗斯和中国或许会趁机在中东扩张势力，但他们绝不会像美国那样充当以色列的保护人。相反，为了自身利益，
他们很可能加强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，以换取石油和地缘利益。至于欧洲各国，充其量也只是发表声明呼吁和平，提供有限的人道援助，却不敢派兵涉足这片火海。美国不在了，以色列真的只能孤军奋战，自求多福。没有了美国，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军援将不复存在，以色列军队的武器弹药库存很快会消耗殆尽。要知道，以色列虽有自己的军工产业，但国土小，资源少，不可能长期单独支撑高强度战争。一旦大战拖长，没有美国源源不断后勤补给，以军恐怕难以为继。更何况，过去美国还默许以色列保持中东地区唯一的核武地位。如果美国霸权不在，也许很快就会有其他中东国家乃至伊朗争相发展核武，到时候以色列连核优势都无法保持。外界盛传以色列制定了所谓参孙方案，意思是在国家灭亡边缘时，以色列将不惜动用核武器与敌人同归于尽，这是犹太民族在绝境中的最后报复手段。过去美国一直尽力阻止中东局势恶化到那一步，但如果美国不在了，这道最后的闸门也将彻底失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仅军事上会被群狼环伺，外交上以色列也将遭遇巨大的压力。美国不在后面挡刀，以色列过去的那些国家势必会在国际场合群起而攻之，制裁、断交、禁运等手段可能纷至沓来。以色列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和高科技产业，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和技术合作，它的繁荣很快就会大打折扣。可以想象，一个失去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，恐怕将被推上国际的被告席。对于以色列国内来说，没有美国的日子更是难以想象。几十年来，以色列民众早已习惯了背后有个美国做靠山。每当局势紧张，人们总相信美国会干预斡旋，不至于让以色列真的孤军应战。如果这一信念崩塌，社会恐慌和不安定可能随之而来，人才外流，投资撤离，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离开这片是非之地，另谋生路。以色列未来的人口和经济活力都将受到影响。总而言之，失去美国庇护的以色列就像悬崖边失去了拉住自己的绳索，下面是汹涌的仇恨之海在等待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以色列，一夜之间恐怕就会发现自己陷入绝境。毕竟，当一个国家几乎得罪了全世界，却突然失去了唯一罩着他的大哥，那等待他的恐怕只有灭亡二字了。看完韩国、台湾和以色列的处境，不禁让人感慨，国际政治从来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。对于弱小国家来说，紧抱住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腿，或许是无奈却现实的选择。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，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解体，不也让一众仰仗他过活的小兄弟陷入绝境？不过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永远不倒，一旦山河变色，这些昔日被庇护的小国又将何去何从？韩国、台湾、以色列只是其中的3个典型例子。与其坐等靠山垮塌，不如早做准备，想办法练好自己的生存术。正所谓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毕竟没有永远的帝国，也没有永远的保护伞。就像大树下的灌木只能祈祷大树永不倒下，否则大树倾覆时，小灌木也会一起被压成碎片。